哎，喂，你干你干啥？我妈蛋儿！俺那些吃吃就是为了狗，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。你放开！你放开呀！爹，爹，你快走！跑到俺家门口来叫人找子音啊！你的良心让狗吃了！俺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啊，白给白送的没有了，赶滚！你取了俺家银子，就是俺姑爷，你就得还俺。俺这是倒了8辈子霉了啊！遇上你这么个穷坑，你。银子，走，咱回屋，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。你再欺负俺爹，俺饶不了你。俺没欺负他，他叫你使坏，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？走走走，进屋，哐的给你熬了小米粥啊！俺不喝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回去了啊！不喝。你干啥？牵着俺走，牵着俺走，牵着俺走。来来来，咱们这次回来呀，就是要让财主们开。文典哥，素素姐来了，少爷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小贾、新明，你们先去忙。哎，再周密一下计划。好。你俩咋来了？嫂子让俺来照顾你，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。小青，你先回去吧，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。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，再让俺回去。啊，好，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，俺会安排好的。啊，给俺吧。哦，行，那俺先回去了。嗯。哎，跟俺走吧。咋？粥都凉了，咋还不喝？好，好，好，俺治不过你，你让你爹把你二舅3口子送走，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。俺真是让你拿着七寸了哈，金口玉牙一个字儿不说，啥事儿都办成了。烫。哦，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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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吹吹。吹吹。多送点啊！几斗粮食，半年地瓜干子。苏苏啊，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，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，所以这条件呀有限，只能委屈你2天了。俺不委屈，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。俺来啊，就是帮你干大事儿的。啊，对了，文典哥，俺忘跟你说了，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，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。没粮了啊？俺嫂子说的。啊，俺跟嫂子说，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。俺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关系，你呀就是想帮俺，俺知道。但是苏苏，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，咱都先打个商量，然后再行动，好吗？行，你先歇着吧，俺出去一趟。你干啥去啊？俺回家看看。
俺陪你去。不用了，俺自己去就行。你先歇着。俺是不是又做错事儿了？最后一间了，你自个儿看吧。嫂子，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。可不嘛。这几年你是不在家，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。连年的灾荒呀，不是蝗灾就是旱灾，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。俺也是个心善的，谁上俺这儿来借，俺也都给，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。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？你说让俺放粮，俺知道，那报上也都写了，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，这是好事儿，也是积德。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，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。那今年收成啥样还不知道呢。嫂子，你真该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。俺有薪水，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。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，唯独没帮自己家做点事。贴补倒是谈不上，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，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。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，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？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，谁不肉疼啊？这得罪人呐！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，这都人熟脸熟的。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2个学生去吧，就当是化缘了，能化多少是多少呗。嫂子，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，就靠2个人出去化缘，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。咱家现在这情况，俺先回去了，再想想其他的办法。哎，苏苏没在外头住过，你多照应着点她。啊，好。哎，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！小青，哎，手不要了。啊！俺跟你说啊，这轮子转的时候，你把手伸进去就成血葫芦了。啊！行，你去忙了。哎，小青，啊，想学吗？想啊！俺教你。真的啊，少爷？真的呀，但你不能白学啊。啊，你得拿东西跟俺换。俺也没啥呀。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。啥粮？俺知不道啊。知不道啊？少爷，俺可啥都没说啊！你也别问，俺真知不道。那个，俺还有活呢啊！俺先干活去了啊！俺先干活去了。银子，哎，是，慢着点，咋了？俺来找你，就是想问问你，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？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，这事儿可行不？俺劝，啊，不怕你笑话秀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。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，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，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。你又知道，俺是个较劲的，
他不让俺动的东西，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。但是这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，俺也能知道个大概。哪样2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吨的，但是你让俺劝这事儿吧，俺觉得俺不行。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。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？俺让俺哥劝他，你觉得行不？俺觉得更不行。你爹心里就仨宝贝，一是地，二是粮，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，这3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。别说是你哥了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，都难。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。俺哥他不在，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，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。可金哥去县城了，说是3天回来，现在已经7天了，啥时候回来还不知道。这废武说，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，所以呢，每3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，让他们巡逻练枪，怕的就是灾民抢粮。让俺爹主动奉粮，应该是不太可能了，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。怎么样？俺就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，一下就炸出来了。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，分2次运的。叶头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俺这些兄弟都安排好了，随时协助俺们分粮，放心吧。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人，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组织第1次开仓放粮。慢点来，都有啊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！停！都有啊，都有。别挤啊，都有。大家先不要挤，大家不要挤，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，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。先排好队。大奶奶，出事儿了！姐还没问你呢，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的？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，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。然后俺就跟小青说，灾民把粮食抢了。小青说不能啊，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？俺一听就明白了，俺就回来报信了。你个小机灵鬼的！来，大家排好队啊！刘武，做好记号，这边放粮，那边舍粥，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。来，别着急，都会有的。放心啊，俺们的粮食准备的非常充足，每一个来的都能领到粮食。停车！大奶奶，咱不过去啊？慢着点啊！恩人，大恩人！哎呦，我这俩孩子都活了。小柱，快跪下！小柱，快，谢谢恩人！你看，来，再给你们盛一口。来，我们领到粮食了。来，太谢谢您了，谢谢您大恩大德。跟着娘好好的啊，小柱。过来啊，来，不过去了，咱回吧。咱这就回啊？那么些人看着呢，自个儿家人撕吧，再叫人看了笑话。回。哎，真是能做主了。那边有煮好的粥，来这边，大爷，哎，不要，怎么样？分量挺多的，多少人？几百号人吧。这么多人啊！白急啊！来，文念，好嘞，来，哎，排好队。好。爹呀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，等俺呐。就让你给你编书寿诞送个礼，
耽误那么久，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，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了，俺敢睡？你怕啥嘛？俺这不回来了吗？给你带的好酒好肉，爹，上我那喝一口。俺不想动了，在这儿喝吧。这，不是银子在后院歇下了，没人。那来吧，爹。哈哈，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。你得好好在这给我盯着，看看领头放粮的到底是谁。我回去跟上部汇报，带人来抓。这要是真能审出个共党来，你们俩以后跟我在部工队里，可就横着走了，明白？大哥，您放心，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，都给我盯好了。俺想起来了，俺喝一杯就行了，银子不让俺喝酒，俺不喝了。你不陪俺喝，你吃这么多，俺没买了鸡肉，你这老头儿。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，可是送对了啊！他一看那礼呀，开心的不得了，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，那人可了不得。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，爱喝酒，儿子陪他喝了3天，醉了3天，我俩歃血为盟了，相见恨晚，他是兄，我是弟了，爹。哎呀，他特喜欢。他说：“弟呀，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，团练局的局长，一直他兼着呢，没合适的人呢。这一看见我说弟，这位置简直他就是给你设的呀！啊，爹，你说是不是好事啊，爹？哎呀，爹，我太高兴了。而且俺这兄长说了，用不了花多少钱，到时候咱把钱给他，他帮咱梳头，啊，2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。您呢，再给边叔写封信，上下这么一配合，这事儿就成了，爹。事是好事，再拍你爹就不好了。你赶紧坐下啊！爹，先听俺说。哎，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，你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，要给爹防着啊，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。二呢，你还得给爹防着，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。姐，哎，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，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。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，又能把粥熬得稀烂。嫂子，哎，大脚呢？没见到，俺学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。这奇了怪了，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？大脚还没回来。不要吵！不要吵！不要吵！先不要吵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慢慢说。就是你们放的粮，杀了1万人沙子，让粮喝住，牙都喝掉。放屁！那粥俺们都喝了，哪里有沙子呢？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，您还怕这个爹？我的兄长说了，说弟弟，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，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，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，咱俩都给揽下来了。那你想想啊，爹，什么装备呀，什么兵丁招募啊，这手晃一晃，那钱就漏下来了，爹。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，爹。所以啊，我想劝劝你，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。就这些灾民，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3天的。你就是开一个粥棚，所有灾民嘴全给他喂上，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。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，您缺的那点粮，我全都给你补回来，爹。所以这叫啥？以退为进。您就听俺的吧。你不看报啊？受灾的是3个省，哪一个省的灾民，那不得10几万吗？真要是想救灾民啊，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，就咱家粮仓那点粮食，打个水饱都不够。饭得吃撑，弓别拉满。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。
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，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，开单子。爹告诉你啊，爹的大梁队的你要是守不住，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那俺得收回来。对，还有啊，你想升官啊用的那些个银子，俺可没有啊。别，别，你说这话干啥呢嘛？你放心，你这些粮食，俺帮你保住，保住。俺自己罚一杯啊！说错话了。不要吵！咱们慢慢说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抢粮！不要吵！是我！你们快走，快走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快走！把粮食拿走，粮食拿走！小贾，把粮食拿走！老四，你看见没有？没有啊。走，咱俩进去看看，别让他们跑了。走。晚上不能再去了。铁头，你带着秀秀还有苏苏抄近路，赶紧回家。你呢？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。俺和小雅帮着大家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。你们赶紧走。你注意安全。白大哥，注意安全。快走。俺想想可真后怕。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，你咋也不回来招呼一声？哪来得及啊？等报完信儿，咱都走不了了。俺心里有谱。那灾民一听俺说，都来帮俺。你没听费文典说吗？连他都服我。俺可跟你说啊，以后在逞能之前，先想想你的儿、你的娘，还有想想俺。俺想完一圈，啥也干不成。好啊！俺下回一定不冲动，不让你担心啊。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呢。啊，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，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。俺去找哥去，你就别发愁了。你都看过了，一点没留啊。他这是要灭了费家呀！嫂子，俺不是你嫂子，俺是你对头。您咋是俺对头呢？您是俺嫂子。嫂子，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。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。哎，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，匡助弱小，积德行善。你信不信俺打你啊？俺信您不舍得。哎，嫂子，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您，看您还有力气打俺，俺就放心了。俺走了。我咋养了个这嘛？磕头谢罪去，磕头谢罪。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了吗？咋还管上放粮了呢？放的还是费左氏的粮。费左氏也放粮了。宁大哥，哎呀，正好，可心也在。你坐。你看看，昨天收到的信，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，限时是3天之内，俺要是不放，就要被强行放粮了。哎，宁大哥，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，那你收到这信没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？俺还说俺吃了麦了呢。俺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。那您放粮吗？您要放，俺就放；您要不放，俺也不放。那到时候，可劲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，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听说了吗？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，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！哎，有的那些不等它做熟，那就生着吃呀，连黄豆都给嚼了，嚼完之后到胃里再喝点水，这一胀死好几个人呢。
哎呦，太吓人了！哎呀，可金啊，你可得护着叔啊！你看看俺家门口，你是不是给派2个人看着啊？叔啊，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，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！哎呦，那就谢谢贤侄了。哎，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，和你们家这没法比啊。回家等着吧。哎，这个松宝，你听听，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，临走还怼俺一句。加油吃点吧。玉儿，哎，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，带上家伙。俺家丢1颗粮食，我唯你是问。大哥，无需多言。走，回来。骑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，准备好石头，灾民往上抢，给砸石头。他们现在饿的已经风都能吹跑，不要浪费子弹。大哥，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？和这人护着吗？安排2个弟兄一死一死得了。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。是。散了。你们几个跟俺走。啊。大哥，我你的。哈，妹夫来了。哥，来，过来坐。哥，俺都找你好几天了。哼，给，喝点茶。找俺有事啊？哥，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。做啥英雄？俺做不了英雄。哥，听俺一句，俺是来劝你，让爹开仓放粮，救灾民，也劝你带着队伍去参加暴动组织，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，救灾民的命。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，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？共产党。你又不是共产党，你跟他瞎扯什么？是不是那费文典那小子？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，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？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？哥，俺觉得，不管是谁领导的，那都是为了灾民。那灾民苦成什么样，饿成什么样，你不可能看不见吧？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，在门口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俺还记得当年，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，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，立了大功劳。那是为啥？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，留下口粮，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！那俺还记得杜家人还夸你呢。说你会带兵，会打仗，是个将才。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，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。俺告诉你，俺去县城干啥了？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，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。大脚，别跟那费文典在一起，哥以后罩着你，啥灾民凉不凉的，跟俺有啥关系？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哥。听俺一句，回去吧。哥，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？大家本来不让俺来。哥，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。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？啊？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！你忘了小时候，娘咋教的，咋做的？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，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。你记得娘说过啥？娘现在管不了阳间的事儿。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，照顾好俺爹，照顾好俺宁家。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，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。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了，俺也帮不了你了，秀儿这把，赶紧回去吧，好吧？回去。哥，你就这么牵着爹，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，你迟早害了他。走吧。害了爹的人是你，宁秀秀。俺咋会害了他？你咋会害了爹？
你是恨爹，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？俺也恨他，为这事儿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。过年的时候，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，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没搭理他。妹子，多少年都过去了，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？能不能原谅咱爹呀？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？这事儿俺问过爹，说能不能给灾民放粮？爹跟俺说的是啥？是俺家有很多的粮，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？俺赔不起呀，救不起，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，你我爹都得饿死。那你说俺能说啥呀，妹子？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，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。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别在这翻了。哥，秀不是那意思，你不能这么想，也不能这么说他。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。啥叫正道啊？跟着他废文典走，那就是正道吗？门口就在那儿呢，走你们的正道去吧，走你们正道去吧。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，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，这是不是正道？你自个儿心里清楚。走吧，跟他说不清。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，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，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乡家开仓放粮的问题。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，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乡家请愿，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。老师，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？就咱们这2把枪，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。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，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！一旦擦枪走火，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。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，一经批准，马上行动。首先，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。姐，咱再去劝劝呗。别劝了，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。能不能这样，把俺哥给绑了？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，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。苏苏，你还要绑你哥呀？你绑得了啊？再把爹气出个好歹。对呀，苏苏，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。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。既然这样，文典，你去找俺哥，俺去找二叔，让他劝劝爹。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。老师，李俊玉主动开仓放粮了。这个李俊玉脑筋够留份的，他是害怕了，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。铁头说的对，小贾、新明，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，一定要做到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序放粮。好，晚晓那边，俺们也已经撤离了。大脚，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。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嗨，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？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。文典哥，要小心的是你们。放心吧，俺们会照顾好自己。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，大家尽量躲着点。爹，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那个宋代李俊义开仓放粮了，他是把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，做个顺水人情。俺就不明白啊，可劲儿，他这么做，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？知道个屁！他就是怂，但他肯定琢磨着这么做呀。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儿，所以俺想啊，爹，要不你也装装样子。装？装啥？
啊，还用装吗？啊，有你，你有锻炼，俺装啥？爹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，俺怕万一有啥闪失，不是？爹给你们买粮食想白买了。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现在裹着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脚，你让俺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？憨儿啊，你真是俺的憨儿啊！你咋就不懂呢？啊，俺这么护着粮食为了啥？不就是为了你，为了你俩妹子？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！别回头，到时候俺宁学祥的儿女、孩伢子们肚子饿的没吃的，跑出去讨饭吃。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举起枪，你才保护了这个家。你得跟爹一条心。不是让二叔去劝了吗？咋还要去？你心里不踏实，咱去等着二叔，等二叔聊完了，咱把他送回去。嗯。文典，你咋在这儿？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！俺今天去找宁可金，结果发现团练堂一个人都没有，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，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。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！大脚，咱们去找铁头，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。秀秀，你得留下来，想办法拖住他们，能拖多久拖多久，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。另外提醒你哥，千万不要伤及无辜。好，走吧。二弟啊，他们折腾啊，你就不要跟着折腾。啥福报啊？啥积德呀？把粮食留下，能喂到孩伢嘴里头就是福报，啊！你啥都好，就是耳根子软。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？哥，自打这灾民不断，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。山河凋敝，民不聊生，俺就是没能力。俺要有能力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便宜话了。俺看可今儿也装的差不多了，快，你回去陪哥喝两盅，跟哥拉拉管儿。爹，好了，啊，全都好了，好了，走走走走走。秀秀，不要命了！宁可金，把粮食卸了，下来！哎，你真是失心疯了啊！你不帮你爹倒罢了，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？灾民要是暴动了，冲到你们家里去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你知道爹的粮走嘛用啊？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，你拦车，杀头的罪，没时间跟你胡扯。可金，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？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，那人粮俱毁呀！二叔，这啥车呀？县里警察局的车，这一个个都拿着枪呢，俺还怕他灾民呢。林少爷，哎，俺们郑局长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，俺可不能真的伤害谁的性命。宁秀秀，有完没完？爹，给他弄走。秀秀，你能不能
我这样折腾你爹啊！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你都能忍心不管？俺这是在帮你，你懂吗？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，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。你到底是帮你爹，你还是帮着灾民呢？俺真的是在帮你，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，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，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。雪瑞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，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，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。哥，秀秀说的句句在理。俺说的有道理。有道理个屁！有道理，一派胡言。可劲，俺整不了他。咋的？你还要跟俺动手啊？你放开！你可劲！快抱住他！放开！你可劲！放开！快！哎呀！放开你！哎呀哎呀！可劲！可劲！可劲！俺说拦着他！大小弟，别来回诓子！可劲！让他跑，让他跑！那个劲，把车停下！那个劲，那个劲。月儿轻轻吹帘过山谷。带我看那风尘的乡土，岁月一朝一夕的沉浮，使我心安处。万物有时生长于荣枯，不落幕生命的起舞，那样的明媚，我和万物。汗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，我用岁芒丈量。点一盏灯火回望，土地的年轮延续山川的脊梁，托起部落的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。